在看过前面的影片后，知道机台本身在很多方面都有极限。本片内容又来说明为什么开始考虑自主的机器以及机台的要求。嗨，欢迎来到 Slow， 我是 David。目前的机台在经过多次调整改装，有发现一些本身机构上的极限。这边要来分享一些我对 FDM 3D 猎鹰机的改装看法与新机需求。首先是之前提到的 Y 轴猎鹰品质问题，因为原来的机台本身 Y 轴是热床，猎鹰时 Y 轴移动与猎鹰头配合，在消除弓箭上的抖动痕迹效果不佳。虽然透过加速度调整可降低影响范围，但还是有其极限，无法像 X 轴一样的猎鹰品质。所以未来在考量上不会使用同样架构的机种。第二项是速度，目前的机台猎鹰速度因为热床的关系，无法将猎鹰速度拉高。拉高整体速度的同时，会大幅降低猎鹰品质。同时因为机台架构问题，机构稳定性较差，弓箭如果较高，也容易发现些微平移现象。下一项为热床本身的变形问题，前面影片中有提到。热床本身会因为固定方式导致影响 Z 轴方向上的变形量，对于需要移动的 Y 轴无法提供太多的 XY 平面自由度，所以在未来新机台选择上来说，会希望避免这样的问题，提供热床 XY 平面上的变形空间。第四项为 Z 轴，之前的影片中也提到 ，Z 轴本身使用的螺杆与螺母会因为长时间的磨耗，导致出现精度误差。这方面目前大多数的机种 Z 轴都是使用螺杆，提供较细致的 Z 轴品质，但保养更换上会是一大工程。第五项为了使用更多种的材料，隔离舱建设似乎是必要的选项，最好机台本身可以拥有隔离舱的功能。第六项与第五项有关，电子零件本身在隔离舱内部会导致舱内温度提升时，同时降低电子零件的散热效果，所以希望新机台可以将电子零件置于隔离舱外。第七项关于挤出系统，前面几集有提过，挤出系统如果是远端挤出，会对挤出精度有很多负面的影响，所以未来新机种上希望可以改为近端挤出的方式。第八项，更细致的挤出精度，透过减速比达到更高的挤出精度，提供弓箭更多细节上的资源。第九项为高温挤出，以目前的机种使用 PTFE 喉管来说，最高猎鹰温度在摄氏240度左右就会到极限，超过这温度会导致 PTFE 管开始裂化与变软，增加机台堵头的风险。未来新机种最好使用全金属热头，以便增加更多猎鹰材料种类。第10项为双料挤出，当初买这台机种就是看上双料挤出，希望双料挤出可以拿来猎鹰水溶性支撑材，但在单喷头的设计下，实际应用会发现每层更换材料的同时，需要挤掉喷头内多余的残料，不管在材料成本或是时间成本上都会浪费不少。实际猎鹰出来的品质也会因为材料本身混合，导致水溶性材料多少都会混在弓箭中，猎鹰品质无法达到品质要求。再者，双料挤出会有温度限制，两种材料本身温度差不可过大，不然会导致猎鹰材料在喷头中碳化堵塞喷头。新机希望采用双挤出系统，个别控制温度以达到猎鹰品质需求。第11项为控制系统部分，希望步进控制至少要有32微步，达到较细的猎鹰精度。另外，室内静音也是考量点，所以目前在选择上会使用 TMC 系列静音晶片为主。第12项，未来希望新机种可以透过远端进行控制，透过远端监控猎鹰状态，无需每次猎鹰都顾在机台旁。第13项虽是需要注意的部分，3D 猎鹰机如果想要保养、维修、改装，多少一定会有不懂的部分，这时社群就非常重要。如果别人有跟你一样的机种，可以较有效的沟通与解决问题。综合以上各项，原本考量的机种为 Core XY 架构的 Voron 2.4与 RevRig
V-Core 3。Core XY 可以提供较高的列印速度，同时可以平均 X 方向与 Y 方向的列印品质。热床部分 ，Voron 原来的设计并没有提供 XY 平面膨胀的伸缩量 ，V-Core 3则是透过定制的特殊设计，提供 XY 平面加热膨胀的变形量。不过 Voron 的热床为静止热床，透过 Voron 提供的设计图，并配上 FEM 分析，可以自行改装热床设计，提供 XY 平面伸缩量。接下来为 Z 轴机构，考量未来保养机台的难易度 ，Voron 使用皮带的方式，在更换上会比使用螺杆的 V-Core 3要来得容易。隔离舱设计的部分，因为都是 Core XY 架构机种，外形上都为立方体，可以透过外框搭建隔离舱，电子零件也都放置在舱外，防止舱内温度提升时，舱内电子零件故障的问题。挤出系统的部分，两台机器都可以使用多厂牌的热头，但个人需求比较特殊，需要使用双挤出系统，所以不会使用已经设计好的方案。会另外自行设计含有减速比的双近端挤出全金属热头。控制系统本身两家都可以使用 TMC 的控制晶片，达到安静列印。同时使用 Raspberry Pi 与 Clipper 系统，可以使用 ArcPrint 进行远端控制。Raspberry Pi 未来也可以连接相机，提供远端监控使用。最后在选择上选择了没有使用螺杆的 Voron 架构。但会需要针对项目改装 Voron 原来的设计。本频道目前着重分享 FDM 3D 列印机相关知识推广与技术交流。有不同看法，欢迎在下方留言。我们下次见。